绑上了岁月熟悉的发髻，隐藏太多心事秘密。走廊边残花又不舍放弃，细数前世芬芳两粒，眼看着落花如雨，满天空记忆飘零。风里纷纷飞过，片片谁的叹息？环绕的蝴蝶，美丽多情，到头来只是路过光景，迷失了自己。我听见落花不语，远方传来声声叮咛。深夜依稀听到世间轻轻哭泣，越想要珍惜，越容易让爱从指缝间逃逸。娘娘，新加坡分行的业绩一直在下滑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实地了解一下，就不跟你去张家拜访了啊。陈叔跟我说了，近来新加坡新开了几家燕窝海味行，生意难免会受到影响。我觉得，如果一间店的信誉是有的，那不管面对再强的竞争，也会屹立不动。反之，就让人担心了。你去吧，如果时间赶得上，你还是得去张家一趟。你快10年没见到淑琴阿姨了，上回见面你还是个孩子。我还记得淑琴阿姨，她跟娘娘站在一起，好像一对漂亮的姐妹花。漂亮我不敢认，但我跟淑琴的确是情同姐妹。我当年带着桃姐到新加坡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幸好认识了淑琴。她那时还在帮她父亲打理业务，帮了我很多。我们相隔两地，不常见面，但感情不减。你跟淑琴阿姨的女儿差不多岁数，一眨眼都长大了。头家娘，那我们这次去新加坡，是不是也帮主爷少爷找媳妇？小红，娘娘，这件事情绝对不用你来操心。这件事我不会替你做主。记得，一定要找个情投意合、真心喜欢的人。我知道了，娘娘，我会的。别忘了，忙完了就马上过来。淑琴，月亮姐，好久不见呐！都那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我才要说呢，你是不是喝了什么永葆青春的泉水？样子一点都没变。你真会哄我开心。哎，祖燕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帮我去处理一些业务，忙完了就马上过来。那我们一起上去吧。小心啊！王太，来，这些啊都是刚到的上等鲍鱼，要几罐呢？我先打个电话问我老公。好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看到我在忙吗？我想问一下燕窝的价钱。燕窝很贵的，你买得起吗？那也要看是多少钱呢？你要就等，不然就上别家去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哎，王太，王老板怎么说呀？都要了吧？好。伙计，问你一下，这燕窝怎么卖？你没听我们经理说吗？你要就等，不能等就去别家。老板，这批燕窝都是上等货，
刚刚到的。兄弟，算了吧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只有有钱人。你也在等吗？是啊，要不是这家店的货不错，我也懒得在这里受气。刚才已经走掉几个人了。姨，这是自家产的燕窝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你还这么阔费？不会，都是自家的东西。你太客气了，每次逢年过节，你都特地送礼品过来。你还不是一样？你送你洋酒，我快没地方摆了。我们是做洋酒生意的嘛。月娘姐，听说你的燕窝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呀？还行吧。淑玉，你儿子多大了？哦，今年也21了。真是时间不等人呢。是啊。月娘姐，I miss you so much。终于舍得回来了。我知道你要过来，就马上扔下开会的洋人，非赶回来不可。那洋人还问我是哪位大驾光临，我就跟他说是比英女王还要重要的贵宾。都几岁人了，还蹦蹦跳跳的。姨娘这是真性情。知我者，月娘姐也。在忙什么？我在红十字会负责筹款工作，最近准备组织一支医务医疗团队到非洲去。你这大老板来的正是时候，你不捐钱，我不让你回去。原来我是送羊入你这只大老虎的口。月娘姐啊，你一大早从马六甲过来，应该是饿了吧？就算不饿，嗅到阵阵香味扑鼻而来，嘴都馋了。那一起吃午餐吧。月娘姐，我的女儿安娜，她知道你要来，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呢。新娘小姐也亲自为她月娘阿姨做了一道菜。新娘就是安雅吧？她比较喜欢人家叫她新娘，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。知道你找回女儿，真的为你开心。新娘17岁了吧？是啊，跟我的女儿安娜一样。安娜早出世几天。那今天有2位小姐亲自为我下厨，我有口福啦。来，月娘姐。小老鼠，新娘姐，都伤成这样了，还不去医院？我没事。吐血了还说没事？你当自己是救命猫啊？大虫，叫辆车来，我送小老鼠去医院。不用了。不想死就听我的。百里呢？立哥去帮老鼠哥报仇了。又去打打杀杀，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谁是狗啊？你是吃屎的狗，到底是小老鼠的命重要，还是报仇重要？当然是命重要。那你就扔下大赌馆去报仇。大小姐，他又没有要到丢命的地步。脸都白了还吐血，不要大惊小怪啦，出几口血又不会死。止不了是吗？你们都一样，欠我骂。新娘姐，车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背下楼送医院。送医院？有必要吗？送，当然要送。谁跟他说的？你听到医生怎么说吗？听到了。医生说小老鼠身体出血，送迟一点命就丢了。你不觉得该负起责任吗？老子该负什么责任？小老鼠还有跟着你的兄弟，那声立哥是白叫的。当然没白叫。小老鼠给人打，老子不是带人去给他报仇了吗？这就是老子当大哥该做的。你除了打，除了杀，还能干什么？大小姐，不打不杀，怎么在江湖上混？我们就是烂命一条，早就预了会有这一天了。锯你的头！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政府已经通过法律，可以不经过法庭审讯就把你们这种帮派分子抓了关起来。政府要是这么厉害，早就天下太平了。那些红毛人最厉害就是吓唬人。哼，白阿丽老大，你还活在什么年代啊？新加坡早就自治了，哪来的红毛人政府啊？是吗？
哎呀，换谁来做政府还不是一样？这就叫天下一般黑。现在的政府不一样，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对这片土地有感情。新加坡一定会越变越好。再好也不会好到我们头上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什么人啊？从小就没人理，能活到今天，不是靠政府，是靠自己。我们没读书不识字，进帮派当流氓啊，那就是为了活命。还敢说我们是垃圾社会渣子？谁这样骂你们啦？就是那个要选议员的家伙，他在街头演讲，说我们这些流氓三星是垃圾社会渣子，他才是孙子啊！最好别让老子碰上，老子先打到他满地找牙。你就是打了他又怎样？你能改变人家对你们的看法吗？对，像我们这种人，没人看得起，所以啊，拳头才要大，在拳头面前，看谁敢说我们一句屁话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都大中午了，早上到现在没吃到东西，又干了一架。走，吃点好吃的。你去吧，我家里来的客人，我得赶回去。不行，你非一起不可。那是重要的客人。就算是一女皇来，你都要跟老子走，不然你一定后悔。哎，不就吃个饭吗？还后悔？安娜，来，快去见你月娘阿姨。月娘阿姨，都漂亮的孩子，快18了，还像长不大似的。在上学吗？我刚念完高中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要上大学，可是我不让她念。女孩子啊，读那么多书，想嫁出去都难。迂腐。先坐下来吃饭吧。来，你坐上。安娜，你亲自下厨煮了哪一道菜给月娘阿姨啊？就是这道ayam buah keluak。ayam buah keluak 是道考功夫的菜。我听娘娘说，月娘阿姨煮的一手好娘惹菜，劝我别班门弄斧。可是我很敬佩月娘阿姨，就是想亲自下厨煮道菜给月娘阿姨尝尝。你真有心。月娘姐，你试试吧，给她指点指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一吃，吃，不客气。你要吃，妈妈吃，月娘姐二嫂吃，大伯母、二伯母，大家吃，娘娘、姑姑吃，好吃。月娘阿姨，你尝尝。让我尝尝安娜的厨艺。这道菜成功与否，就看这个了。好，真好。Sedap。现在的年轻娘惹，能够下厨的越来越少，还能煮出那么道地口味的娘惹菜，更是少之又少。我还担心过不了月娘阿姨这关呢。你这厨艺跟谁学的？我妈妈、大伯母、二伯母、田叔、莲姐、何姐，还有我娘娘。那么多名师，难怪会出你这么一个高徒。我这女儿确实有小聪明，学东西又快，一点就通。可不是，看她一脸聪明相。等祖爷来了，你们好好的聊。我这儿子常常说的我哑口无言，你帮我好好的治他。淑琴啊，新娘不是一早就忙着给她的月娘阿姨下厨吗？对啊，淑琴，怎么没见到新娘啊？她一听说你要来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但是刚才在你来之前，她突然有事，匆匆忙忙就跑出去了。那可惜了，我多想见见她。那她煮了什么好菜给我吃啊？新郎小姐炒了饭。炒饭？哪一道啊？奎少奶奶，新郎小姐炒饭没上桌。为什么？她闹着玩的，上不了台面。二嫂，你呀就会灭自己威风。我吃过新娘煮的菜，可有心思啦，怎么就摆不上台面呢？她特地为我下的厨，就冲她那一份心意，我非试不可。你拿出来吧，我马上去准备。
田叔，田叔，怎么啦？是不是菜有问题啊？不是不是，那怎么急吼吼的啊？新娘小姐炒的饭呢？那炒饭应该是扔掉了吧？啊，扔掉了。那炒饭就是工人也不吃啊。田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那可是新娘小姐的心血啊！什么心血啊？她就是胡闹，从小就这样，连煮个菜都不能够好好煮。那不阿可乐能拿来炒饭吗？人家的炒饭粒粒金黄，她那个炒饭黑不溜秋的，看了就倒胃。那阿阳波可乐就好看了，不也是黑不溜秋的吗？那怎么一样呢？那怎么不一样呢？鸡肉就可以煮得黑不溜秋的，炒饭怎么就非得炒得粒粒金黄不可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新娘小姐的话，我之前也是这样说过她，她就用了这番话来反驳我。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。当初发明阿阳波可乐的人啊，说不定就是跟新娘小姐一样啊，敢想别人不敢想的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。如果那炒饭能吃啊，我这个总婆就可以回家吃老米了。你都把饭给倒了，说了不是好像没说吗？没倒，没倒。我倒了，你到底是没倒还是倒了？本来是倒了，可是没全倒。我这不是倒了一半，忽然要上厕所吗？所以还剩一些。这孩子啊，就是胡闹。什么时候见过人家用 broccoli 来炒饭的？这已经算是好的啦，有时候啊更惊天动地呢。是啊，我记得有一回他居然拿榴莲来焖排骨呢。是吗？那味道如何？谁敢吃啊？都倒掉了。倒掉？多可惜啊！对呀，我本来还想尝一尝榴莲入菜的滋味，每天吃来吃去都这几道，闷都闷死了。新娘，这叫做有创意、有新意、有自己的想法。有想法是好，可是不能乱想一通啊。你又知道他是乱想一通，你吃过吗？你就不要再帮他说话啦，他就是知道有你这个靠山，才会更有恃无恐的。我不是在帮他说话，既然不能以貌取人，那又怎么能以貌取菜？你说是不是？尹娘这话有道理。一道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，但我觉得香味更重要，而且会影响到色。就拿这道 ayam broccoli 来说吧，色相不怎么样吧，但是大家公认的好吃，所以就不觉得卖相有什么不好了。新娘小姐也说过这样的话。你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所以这就叫做别以色取人，别先入为主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你先吃。迫不及待。你别抢，这是新娘特地为我煮的。来，请。那我先吃啦。嗯。可惜新娘出去了，我多想问问她，怎么会想到用 broccoli 炒饭呢？我这孩子啊，就是粗枝大叶，有时候兴致一来，想要干什么，谁也阻止不了。那你们都没吃过？那我可真幸运，我是第一个吃到那么独特又美味的炒饭。月娘姐人真好。都不随便批评晚辈的。不，我说的不是客气话。这饭真的好吃。这炒饭有淡淡的斑斓香，颗颗饱满结实，沾满了黑果。最难得的是，黑果没抢走淡香、斑斓香，而是融在一起，油滑弹牙，三巴又去走了油腻感，即使凉了，依然美味。炒饭看似简单。但是要掌握黑果的分量，实在不容易。多一份就太抢味，少一份就不够味。炒饭的人也要很用心、很专注。新娘真有我的心。听月娘阿姨这么说，我一定要向新娘学着炒饭。就不知道她肯不肯教我。你们是堂姐妹。她怎么会不教你呢？新娘很有个性的，
他开心不开心都写在脸上。我虽然是他姐，都不太敢惹他。小时候，我大哥、二哥都不是他对手呢。他还跟男孩子打架，这孩子是野性难驯啊！这不叫野性，这叫爱憎分明。听你们这么说，我更想见见他了。力哥，大嫂，谁是你们大嫂啊？我再听到谁这样叫，就啊！打我头干什么？你叫出来的好兄弟，不打你打谁啊？你是我的新娘，不叫你大嫂，叫什么？嘿，百里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！你叫我过来就过来，那我不是很没有面子啊？你不要过来是吗？就永远不要过来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！笑屁呀！力哥，鼠哥怎样了？死不了，躺几天就能出来了。力哥，坐。新娘姐，坐啊，坐。挤不了了，你们坐那边。哦。大根，来，力哥2碗粥，再来个咸蛋、卤肉、卤鸭、鱼、寿冬，你干嘛？又鱼又肉又鸭的，过年呐？跟千金小姐吃饭，能小家子气吗？当然要好酒好菜，尽管上啦。我要是千金小姐，还在这里跟你吃饭吗？你是从翡翠山下来的，不是千金小姐是什么？我是个普通人，会吃喝拉撒的普通人，行吗？好，你说普通就普通。大根叔，鱼肉鸭少东都不要了，来个咸蛋豆皮豆干就好。啊，力哥，哎，他说了算。力哥，新娘姐帮你省聘金钱啦。吃你们的饭了，那么多废话，想害老子在 IT 啊？什么事？啊？你不是说不来会后悔吗？哦，我打听到你娘娘的消息了。你这叫我怎么现在才说？好料沉底，好事当然要选个好时辰、个好地方才说嘛。哇，来，谢谢啊，来，吃。先说。反正也没什么不好的事，边吃边说了。说。好，我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朱怡吗？原来他去了暹罗。暹罗？一个开长途车的说，在暹罗一个叫罕崖的地方看到朱怡，哇，他日子好像过得不错，穿金戴银，大鱼大肉的。是真的吗？我骗你干嘛？我知道你对你娘娘念念不忘，这证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！没有因为你是千金小姐就把朱怡还有我们这些社会渣子给忘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朱怡会跑到暹罗去？他不想我找到他。那你还打听他的消息干什么啊？他不想我找他，我就不找吗？他在世上只有我这个亲人了，连我都不关心他，谁关心啊？你有没有听过李大傻讲古？听过又怎样？没听过又怎样？上一次咧，我哋就講到風水輪流轉，10年河東，10年河西。話說今日嘅阿朱咧，而非昨日嘅阿朱。今日嘅阿朱咧，喺暹羅已經係個大富婆，開好賣好都係暹羅話。薩瓦迪卡就是天塌下來都要填飽肚子啦。大小姐，我能吃飯了嗎？肚子餓死了。啊，这个蛋黄给你。我的新娘，那个从马六甲来的女人，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她是一个小娘惹，却能干出一番大事业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最叫人敬佩的是啊，她捐了很多钱给医院、孤儿院、学校，还有逢年过节还发红包给贫困的家庭。喂，找死啊你们！不好意思，力哥，我们在追人。追谁？红玉。这个衰女趁我没留意溜掉了，还不追？凤姐知道了要扒了我的皮啊！莹姐慢走啊！谁啊？啊，
看馆的。看什么馆？公馆。娼馆就娼馆，还公馆？娼馆是一般人去的，公馆是专门给大头家、大老板去寻欢作乐。他们叫俱乐部，聚在一起寻欢作乐。他们是不是逼良为娼？啊？逼良为娼就是……我当然知道什么是逼良为娼。哎，开公馆的10之8九会买一些小女孩来养，长大后把她们当成摇钱树。那不是贩卖人口吗？他们叫领养，有办证的。那逃走的女人被抓到会怎样？会打个半死吗？当然不会。他们会那么好心？好心就不干这行了。他们是要来赚钱的，把他们打伤、打残、打破相，那不是亏大了。有些手段啊，比打还要惨。停！对，干什么？不是赶着回去吗？你还是不是人呐？有什么事？眼看一个无辜的女子就要落入魔掌了，你还没事人一样。喂，喂，多谢惠顾啊！以后一定要常来我这里买，有什么新货我就通知你啊。帮我问候王老板啊！这不是凤姐的女儿吗？哎，凤姐呢？她在对面的布庄，让我先过来看看。啊，好好好。刘经理，你有什么新货吗？有，刚到了一批新的燕窝，来，里面请。哎，老板，我等了很久了。阿青，看一下他要什么。要什么？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吗？它是冻燕，很贵的。我看看。你是不是真想买？客人想看你就拿出来给他看吧。你是谁？我怎么做生意还要你教吗？客人有看货的权利，也有买不买的权利。我也有卖不卖的权利，也有做不做你生意的权利。喂，哎，算了，我不买了。哎，英姐，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喘呢？给你去跑几条街，我看你喘不喘？对了，我家小姐是不是来过啊？来过啊。人呢？她刚刚说去洗个手。这样。你这个衰女啊！你想害我被骂是吗？你真的是耳朵你！你呀，食碗面反碗底啊！啊，凤姐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哎，你还没有回报你就想逃跑，你真的是不离谱！别动啊你！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关你的事，走，还不放手！他在救我，他们要逼我解开。再论说我撕烂你的嘴！光天化日，你们当街抓人打人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呢？你这小子是饿了吧？要吃拳头是吗？欠打是吗？看什么看？滚开啦！英姐，快走吧。放手！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走，别说那么多。喂，不要走！干什么啊？想当英雄啊？先去少林寺还是武当山练个10年8年啊？凭你这样的力气还想护花？笑死！要不是老子及时把你拉开，你现在不是站着，是躺着哭爹喊娘了。你们这些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老子就是无法无天，你又能拿老子怎样啊？我一定会报警抓你们的。警察是你老爸，你要他们抓谁就抓谁。好啊，你尽管去报，记得报上老子的大名。听好了啊，老子叫白阿力，老子等你老爸来抓，好狗不挡路。我的新娘。喂，有没有找到？没有哎，你呢？我看那个女的应该是跑了，也许被抓回去了呢。那也没办法啊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行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事没让我碰上就罢了，既然碰上了，就得理到底不可。我的新娘，我知道你人好心好，可是这世界乱七八糟的事那么多，你哪里理得完？算了吧。不能算，走。去哪里？
去那间公馆看个究竟。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你还装？你跟那2个家伙不是很熟吗？我们那个还是地头蛇呢，怎么会不知道那间公馆在哪里呢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来上车，走啦。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我叫你了吗？我已经等很久了。你知道一天有多少人来报案吗？我只伺候你一个吗？我叫你等就等。我要见你们的长官。长官不在啊，你要报案就等，不报就走。Mr. Barker, this is Ng Cho Yap. I'm calling from Cross Street Police Department. I'm trying to make a police report. 快一点啊！大小姐，你不是一个大冬瓜，你是人啊，很重啊。我说你故意慢吞吞才真。我不是故意，我是在为你着想。怎么为我着想啦？公馆是男人去寻欢作乐的，哪是正经女人去的地方？更何况你还是翡翠山的千金小姐，万一给别人看到怎么办？万一什么？我是去救人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办法还是有的，你就在楼下等我，我上去查个究竟，再下来跟你报告，可以吗？喂，你怎么老爱忽然刹车啊？我也不想啊，大小姐，你看。警察局你就不要进去了，我进去喝杯咖啡就出来。放心，我跟小林啊是老朋友啦，对吗，小林？是啊，我跟阿丽认识很多年了。啊，我会把刚才的事都跟他说，让他们查个水落石出。警察出马一定比我们厉害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走了啦，走。对，就是他。对，就是我。哎，难怪李大嫂都说好人难做。老子救了你，你还倒打一拳，叫警察来抓老子啊！你少模糊焦点，我都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你跟那2个男子还有一个妈姐是同伙，当街抓走良家妇女，逼良为娼。白丽，我知道，他会讲红毛话。认识警察高官，是个大力人。可是那又怎样？老子没做坏事，没犯法，管你多大力，认识警察高官，老子也不怕。我亲耳听到那个女子喊救命，说那几个人要抓她回去，逼她接客。你跟他们是同伙，你敢说你没有犯法？他讲你就信，你是真笨还是假笨？他是跟家人吵架，离家出走，他们是要抓他回去，他紧张就乱讲话。没想到你这个笨蛋真的信，简直胡说八道。这里是警察局，你当着警察的面敢编这种话来让自己开脱，是真是假，查就知道了。老子明人不放暗屁。倒是你，如果证实是你乱报案，冤枉老子。你是不是要赔偿老子的损失啊？啊，大力人！凤姐，你们认识吧？打电话给他，问他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叫红玉的回家了没有？一问就知道啦。哦，原来是凤姐家的事，马上打电话给她。喂，你们不是这样办事的吧？啊？我要怎么知道你们打给谁？又怎么能确定那个凤姐是不是跟他串通好？那你要我们怎样哦？他的意思浅，就是要你们把人传来，当面问个清楚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这，你们要我再打电话给巴克先生吗？哦，不用，马上打。可以了吧，大力人。不过我在想，对啊，这种人啊，就是。
人怎么还没到？哇，口气那么大，他到底是谁？总督的儿子啊？总督早就回英国老家去了。那就是什么部长的儿子喽？方先生，人应该快到了，你再耐心等一等哦。你们是这样对一个嫌疑犯的吗？你说谁是嫌疑犯？说你。再治老子啊！老子就送你一条咸鱼配粥。你恐吓我？恐吓？你说老子是咸鱼犯就不是恐吓，老子说咸鱼配粥就是恐吓。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还有，老子跟警察喝咖啡聊聊天，你也看不惯。你懂不懂什么是警民一家亲啊？来了，凤姐。啊，凤姐，你来了。你们警察大人传我怎么敢不来呀？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，凤姐。你们真的是很勤劳、很尽责。我要是见到那些大官大头家，一定会在他们的面前好好的提一提你们。凤姐，我们也不想打扰您的，可是这是上面的安排，要我们认真的帮这位先生办事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还以为是在街坊工作的打工仔，原来是有背景、有靠山的，啊，怪不得了。哎呀，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是干粗活的，穿成这身衣服，怎么看怎么怪。你干什么？吓成这样，一定就是个青头哥。看你一脸糊涂，不知道什么是青头哥吧？青头哥就是还没碰过女人的男人。长得细皮嫩肉的，是哪家宝号的公子啊？哎，凤姐，也有可能是尚方宝剑、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啊。啊，说的也是，要不然怎么连警察大头都听你的？哎呀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，有空就上来我们那里玩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哥开妓女户了，还公然拉生意了。什么妓女户，说的那么难听？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，我的俱乐部每年都有交牌照费的。哼，说不定啊，你那些后台靠山也有来关照过我呢。你不是要执行任务吗？哦，对，凤姐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了，这位小哥哥想要扮戏里的英雄嘛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说来说去，都是我的女儿惹出来的祸。我说了他2句，他就跟我发脾气，还闹离家出走。我工人要带他回来，他还到处跟人家胡说八道，害这位有正义的小哥哥误会了。是不是这样？这位小姐，你别怕，他们有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，你尽管明说。这里是警察局，大家都受法律保护。小姐，哼，我这位女儿就是臭脾气，到现在还跟我怄气呢。她真的是你女儿吗？哎，饭可以乱吃，女儿可以乱认吗？口说无凭，你能证明她是你女儿吗？阿英，把证件拿给警察看。你叫邱红衣，那凤姐，苏桂凤就是我了。那就没错啊。我能看看吗？这他要看就让他看，要不然呢，他以为你收了我的咖啡钱，跟我一鼻孔出气呢。没有错吧？她是你领养的？哎呀，虽然是领养，可是我待她像自己亲生女儿看待，给她吃好的、穿好的，养得细皮嫩肉的，就是脾气有些倔。红玉小姐，她有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吗？
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逼自己的女儿？你能让她自己回答吗？好啊，红玉小姐，没有，他没逼我。哼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就你多事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啊，你要是敢再纠缠不休的话，我一定给你2个耳光。有本事你来干我啊！行了，阿英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哦，可以，凤姐，当然，这边请。阿丽啊，有空就过来喝茶。凤姐开口，我飞都飞过去啊！凤姐慢走，我这嫌疑犯不嫌疑了吧？钦差大臣，哎，你干什么啊？老子好好一个人被你当嫌疑犯，你就想拍拍屁股走啊？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起码要低头道歉，还老子一个公道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不满，可以请律师告我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什么屁！会红毛话了不起，更看不起老子。哎，老子的脚踏车呢？偷车贼，看老子不抓你！哼！抓到了，就知道你是偷车贼。你才是贼呢，贼头贼脑。我怎么变贼了啊？等等我啊！我怎么变贼了啊？我在警局外头都听到了，你跟那个乌龟婆一唱一和。但你应该也知道，人家证明都拿出来了，他们是母女。你不是说了吗？那红玉是乌龟婆买来当摇钱树的。她当着警察的面大可以求救，可是她什么都没说。因为她知道警察不会帮她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管我？我能不管吗？我跟踪那乌龟婆，知道她的老窝在那里，我能干的事就多了。你能干什么事？难道要一床抢人不成？你跟那乌龟婆是一丘之貉，我干嘛要跟你说啊？干嘛？不懂什么叫一丘之貉啊？是啊，我是不懂，我不像你上过学、读过书，我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粗。怎么样，瞧不起我？是，我是瞧不起你，但是不是瞧不起你没读过书，是瞧不起你是乌龟婆的同路人，瞧不起你助纣为虐。助纣为虐就是帮着坏人一起干坏事。我又做了什么坏事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清楚，我当然清楚，清楚什么叫现实。现实就是我根本帮不了他，他也不可能逃出凤姐的手掌心。如果他反抗，只会受罪。所以他最好乖乖就范，认宰认割吗？这个世界还有天理，还有公义吗？我就不信一个乌龟婆有那么大的能耐。很分明，爱无影，转身回眸，人已去，悄然心碎落一地。心相亲，缘不定，换情冷落人输赢，让我犹如梦初醒。渐行渐远渐无影，空相空，等空留情。回不去是你翩翩的身影，一生厮守的期许，遥遥无期。